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正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的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好，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超有趣，而且坦白说，可能有点颠覆你三观的主题。中医，等，先别急着转台。我们今天不谈什么冬令进补，也不谈俩一味中药可以治什么病。我们要做的是像侦探一样，深入挖掘它背后那一整套独特到不行的思考逻辑，一套关于现实、理据和行动的底层哲学。这次的内容主要是基于芝加哥大学的人类学教授 Judith Farcar 几十年来的深入研究。这位教授真的超猛，他花了非常多的时间，直接蹲点在中国的中医诊所里，跟着医生看诊，试图去理解中医师在看病的时候，他们的大脑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他们是怎么思考的。准备好了吗？这趟知识之旅，保证让你脑洞大开。好，在我们正式开始之前，我想先丢出一个问题，让大家想一想：思考跟动手做这两件事是分开的吗？在我们从小到大习惯的西方思维里面，答案通常是对。他们是分开的，对吧？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习惯先思考、分析、规划，等到脑中好像有一个完美无缺的计划，或是一个100%确定的诊断之后，才开始动手去执行。思考好像是大脑这个 CPU 在处理数据，行动则是身体这个硬体在执行命令，两者之间仿佛有一道非常清楚的界限。但如果我现在告诉你，有一道运作的几千年的古老系统，它的核心逻辑恰恰相反，他认为思考跟行动根本就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是同一件事，你会不会觉得哇，这也太颠覆了吧？这个看似简单的哲学差异，其实就是解开中医千年智慧的第一把钥匙。我们接着看下去。20世纪的伟大哲学家卡尔波普曾经提出一个很传神的比喻，叫做心智水桶理论。他形容说，我们常常不自觉地把自己的脑袋想象成一个空空的水桶，然后我们透过眼睛、耳朵这些感官，不断地从外在世界这个大水池里捞东西进来装。我们捞进来各种资讯、数据、印象，然后天真地以为，知识就是这样一点一滴被动地累积起来的。我们以为我们的大脑能够像镜子一样客观地反映外在的现实。但法克尔教授认为，中医的思维模式其实更接近另外一种影响深远的哲学——实用主义。实用主义者会跟你说，不是这样的，知识从来都不是为了纯粹的知道而已。知识之所以会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本身就深受我们接下来打算采取什么行动这个目的所影响。这就像你学开车，对吧？你学的不是引擎的热力学定律，也不是轮胎的摩擦系数，你学的是怎么看后照镜，怎么打方向灯，怎么停车。你学的所有知识都是为了安全地把车开上路这个行动而服务的。对实用主义来说，知识的价值就在于它有没有用，而中医看待人体知识就是这个道理。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探险地图。我们总共会走5站。首先，我们会一起走进一条叫做行动之河的河流，来感受一下实用主义的哲学水文。接着，我们会实际潜入实用主义的诊间，看看这套哲学在真实的中医诊所里是如何落地的。再来，我们会戴上中医师的特殊眼镜，学习他们是怎么样解读经验的。再来，第4站，重点来了，我们会揭晓为什么在中医的世界里，药方即是重点。最后，我们会从这一切的实践中提炼出它最核心的伦理关怀，以人为本。好，废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出发。好，那我们就从第一部分行动之河开始。在我们深入诊间看到具体的药方之前，我们必须先理解它背后最底层的那个作业系统，也就是实用主义的哲学。这个思考框架一旦建立起来，我保证你后面看到的所有中医的行为都会瞬间豁然开朗。这就我们大家可能都听到耳朵长茧的话，摸着石头过河，其实就是对实用主义方法论最精准、最传神的一个比喻。它告诉我们，知识的本质并不是让你站在岸边，拿到一张完美巨细靡遗、标示好所有石头位置的地图之后，你才出发。不是的。知识的本质是在行动中，在你踏出每一步的时候，小心翼翼地去感受水流，感受石头的稳定度，
然后随时根据这些及时的回馈来调整你下一步要踩在哪里。你不是站在岸上把一切都想清楚了才过河，你是在过河的过程中才慢慢想清楚的。我们来把这个比喻拆解得更细一点。第一，河水是浑浊的，你根本看不清楚水底的全貌，更不用说对岸的风景了。这就像现实世界，永远充满了未知跟不确定性。第二，你每踩出一步，当你的重心放到那块石头上时，这个决定就立刻限制了你下一步所有可能的选项。你不可能反悔，也不可能瞬间移动到另一条路径上。你的过去决定了你的未来。第三，你在岸上做再多沙盘推演、再精密的计划，都无法取代你真正把脚踩进冰冷河水里，感受到水流冲击的那个真实行动。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你必须活在每一个决定的后果里。这一步踩滑了，你可能就失了半身；那一步踩稳了，你就离对岸更近一步。这就是行动的世界，一个不可逆转、充满后果的世界。所以，中医的治疗从来就不是一个静态的蓝图，它是一个动态的、不断调整的航程。而医生和病人就是这条河上必须互相扶持的伙伴。好，理解了这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核心哲学之后，理论的部分就差不多了。现在我们要真正的走进田野，把我们的摄影机拉到一个真实的现在中医诊间，来看看这些听起来有点抽象的概念是如何在医生和病人之间变成具体的、活生生的医疗实践。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场景，其实非常有趣。中医的诊间配置通常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医生高高在上地坐在大办公桌后面，病人卑微地坐在对面。他们常常是像这样并肩或是斜对角的地坐在桌子旁边，这个距离非常近，方便医生随时可以伸手出来帮你搭脉。这跟我们熟悉的西医诊间很不一样，对吧？西医诊间通常有一张大桌子隔在中间，医生像个审判官，你在对面接受问话，那个氛围本身就带着一种权力不对等的感觉。但在中医这里，光是这个空间布局就在传达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我们是合作伙伴，我们要一起来面对，来解决这个问题。接着，医生就要开始收集资讯了。中医的诊断方法就是我们很熟悉的望、闻、问、切四诊。望是观察你的脸色、你的舌苔、你的神情；闻是听你的声音、呼吸的节奏，甚至闻你身体的气味；问就是非常详细的询问你各种主观感受。而切就是最经典的，透过你的脉象来感知你体内的气血状态。重点来了，这些资讯的收集方式有两个关键特点。第一，它们都是即时的，就是在你眼前当下发生的。第二，它们是整体的，它不是把你的血液抽出来，把你的器官切片拿去分析，而是把你这个人在当下这个时间点的整体状态直接纳入考量。接下来这一点超级重要，可以说是中西医思维一个根本性的分歧点。当你走进中医诊间，挂了号，医生把你的号码单贴在一张空白的处方签上的时候，一个心照不宣的假设就已经成立了，那就是今天一定会有一个治疗行动发生。你跟医生都知道，待会这张纸上一定会写满药方。你想想看，我们去西医的经验常常是怎样？你跟医生说，医生我觉得很不舒服，医生可能会说，好，那我们先抽个血，照个 X 光，等报告出来，我们再看看是什么问题。这背后逻辑是什么？是先确认再行动。我们需要客观的数据来证明你有病，才能开始治疗。但在中医这里，你的痛苦、你的不舒服本身就是最真实、最不容置疑的证据。这里的逻辑是先行动再调整，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典范转移。好，既然诊断的最终目标就是为了要立刻采取行动，那你可能会好奇，中医到底都在收集一些什么样的资讯呢？这就来到我们第三部分，解读经验。你会发现在中医的世界里，症状这个词的定义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宽广，要来得包容得多。法库哈教授就提出，中医师实际上在检视的是一个非常广泛的类别，他称之为经验。什么是经验？很简单，就是病人陈述的以及医生观察到的一切。这不只是你哪里痛，有没有发烧这种纯粹的生理指标，它还包含了你的情绪状态、你的睡眠品质，甚至是你最近的生活状况、你的工作环境、你的人际关系。也就是说，
你跟你老板大吵一架，导致你气到失眠这件事，跟你的病毒性感冒，在中医师眼中可能都是同样重要的数据，因为他们都共同构成了你此刻独一无二的身体状态。我们来看一些具体的例子，你就会马上懂了。比如说，你跟中医说你最近很焦虑，晚上一直做梦，睡不好。对他来说，这绝对不是无关紧要的心理抱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理讯号，可能指向了所谓的心火旺或肝气郁结。或者你提到，在这次关节炎严重发作之前，你好像得过一场很严重的流感，一直没好，这条时间上的关联就会立刻被纳入考量。甚至你说你在川菜馆的厨房工作，每天都吸入很多辛辣的油烟，这也可能被视为一个导致你身体失衡的重要原因。喉咙里感觉有个东西卡着，吞不下去，也咳不出来，中医叫没和气，这也是一个经典症状。最后，医生在你手腕上摸到的那种又细又紧，像是吉他弦一样的脉象，也是一个非常客观的经验数据。在收集这些五花八门的经验的过程中，病人才是真正的专家，因为只有你最清楚自己的感受。看到这里，你可能会想，哇，那这样资讯不会太庞杂、太混乱了吗？没错，如果只是停在收集阶段，那确实是一团乱麻，根本不知道从何下手。所以，中医接下来要做的事就是整理。他们会运用一些传承了几千年的分类系统，来组织这些庞杂的经验，让他们变得可以被理解、可以被处理。其中最有名、最基础的系统之一就是八纲辩证。这个表格呈现的就是把所有乱七八糟的症状用几个基本的二元维度来分类，比如说寒跟热，表跟里，也就是病的位置是在身体浅层还是深层，虚跟实，能量是不足还是过亢，最后还有一个总纲阴跟阳。这个分类系统最厉害的地方在于，它不只是分类，它直接就指向了治疗的方向。比如说，一旦医生判断你的整体模式偏向寒虚，像是手脚冰冷、容易疲倦、脸色苍白、脉象沉细无力，那他脑中浮现的药方自然就会是温补性质的，像是人参、黄芪、肉桂。反之，如果判断是热实，像是满脸痘痘、口干舌燥、便秘、脉象宏大有力，那他就会优先考虑用清热泻火的药，比如黄连、石膏。你看，这个整理的过程本身就已经在规划行动了。好，我们简单整理一下刚刚的内容。我们从摸着石头过河这个哲学出发，看到中医诊间是如何以立即行动为前提，去收集广泛的经验，然后再用八纲这样的系统来找出疾病的模式。那么这一切努力的终点是什么？这趟旅程的目的地在哪里？重点来了，这就来到我们整个分析最核心、最关键的部分，药方即是重点。这句话可以说是今天含金量最高的一句话，请大家务必记下来。在中医的思维里，辨识出一个疾病的模式和决定要如何治疗，它根本就不是两个独立的步骤，它们是同一件事，是一体两面的。这跟我们习惯的流程完全不同。我们习惯的是第一步诊断，哦，你得了肺炎，啪，盖个章，贴上标签。第二步治疗，根据治疗指引，肺炎要开抗生素。这是两个可以被清楚切分的步骤。但在中医，这两件事是融合在一起的。诊断的过程本身就是我到底该用温药还是凉药，该用补药还是泻药的决策过程。而这个过程的终点，就是那张为你量身打造、独一无二的药方。法卡教授用这句话一语道破了药方的终极地位。药方它不只是一个治疗的工具，它本身就是中医知识最极致、最浓缩的表达形式。它是一切观察与思考的结晶，同时也是一切疗愈行动的起点。它就是那个重点 ，the point。为什么说药方是核心呢？因为一张看似简单、写着十几味药材的药方，其实是一份资讯密度极高的文件。它浓缩了病人所有的主观经验与客观症状，它体现了医生对于你身体当下失衡模式的判断与分析。如果这不是你第一次看诊，这张药方还会根据你上一次服药后的反应进行微调，所以它也包含了整个治疗的历史轨迹。最后，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治疗行动。它不只是一张静态的地图，它更像是一份及时的战情简报。它总结了过去的战况，分析了当前的敌我情势，并且明确下达了下一步的作战指令。
一个有经验的中医师，光看另外一位医师开的药方，就能大致还原出整个看诊的过程。我们继续看下去。当我们理解了中医的思维是如何从现实经验出发，最终聚焦在开药方这个具体行动上之后，我们就可以来探讨最后一个也是最深刻的问题了。那驱动这整套系统运作的，它背后的指导原则，它的灵魂到底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第5部分，以人为本。中医有一句经典名言，出自《黄帝内经》，叫做治病必求于本，意思是治疗疾病一定要去寻找它的根本。那些表现在外的症状，像是头痛、咳嗽、皮肤痒，都只是标，是树枝和树叶。这又是一个思维上的巨大差异。西医非常擅长处理标，头痛就给你止痛药，咳嗽就给你止咳药，目标是快速的消除症状。但中医会不断的追问为什么会头痛，为什么会咳嗽，他要去处理那个不断制造出症状的工厂，也就是身体功能失衡的那个根本。就像除草一样，你只割掉地上的草，它很快又会长出来，你必须把地下的根给拔掉，才能真正解决问题。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讲过一句非常发人深省的话，他说：道不远人，即病人身体便是绝好之教材。这句话真的太深刻了，它彻底颠覆了我们对于医病关系的传统看法。道，也就是宇宙运行的真理，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它就活生生地体现在病人充满痛苦与挣扎的身体里。这句话也彻底颠覆了医生的权威角色。医生不是那个高高在上、拥有一切标准答案的人，恰恰相反，他必须非常谦卑，把病人的身体当成最权威的教科书，不断地向病人身体的反应来学习。你吃了这个药之后，是拉肚子了，还是睡得更好了？是觉得更有精神，还是更疲倦了？这些来自病人身体最直接的回馈，才是修正治疗方向的最终依归。所以，当我们说中医以人为本，到底是什么意思？第一，它意味着医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人本主义的实践，它的出发点跟终点都是人。第二，要理解一个人的处境，就必须去理解他具体的、活生生的、有感觉的身体经验，而不是一堆冰冷的数据。第三，所有医疗行为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采取一个有意义的、整全的行动，来改善这个人的生命品质。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它完美的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那个核心，所有知识的追寻都不是为了知识本身，不是为了在期刊上发表论文，而是为了能够更有效的去行动。这是一门彻底的实践科学，它的知识与它的目的，也就是服务和改善人的生命，是永远无法也不应该被分割的。影片的最后，我想留下这个问题给大家一起来思考。如果我们对疗愈的想象可以不只是为了一种疾病找到一个正确的标签，然后用标准化的流程去处理它，如果疗愈的重点其实是医生和病人基于当下这个独一无二的经验，共同去探索、去尝试，一起小心翼翼地踏出下一步最明智的行动呢？这或许就是这套古老的智慧，在今天这个凡事讲求标准化、数据化的时代，依然能带给我们最重要的启发。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第一，中医的底层逻辑是为了行动而求知的实用主义，一切就像摸着石头过河，在不断的实践和调整中去寻找答案。第二，它的诊断是为了开药方这个具体的行动服务的，辨识疾病的模式跟决定如何治疗其实是同一件事情。第三，它的伦理核心是以人为本，病人的身体是最终的老师，而所有知识的存在都是为了改善人的生命而存在。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